灵儿，若有一天能修得长生道果，长生路上定要有你有我。那一年，小琼峰后山开满了茶树花，两道身影在追逐笑闹。来追我呀！如果你追上我，我就让你……画面一转，灵儿，我最近忙着闭关修行，师门给了我这么多期望，我不能让他们失望啊！只是有些忽略了灵儿你。你闭你的关吧，今后不必来见我。那一年，破天峰的闭关洞前，留下的只是一道被气昏头的背影。灵儿，你不要！您可是临江散人江灵儿道友？一缕传声钻入耳中，让陷入回忆的江灵儿顿时打了一个激灵。她此刻正藏在海底的一处岩缝中，潜藏了气息身形，并将仙识扩散在了数百里的范围内。然而直到这传声入耳，江灵儿都没能发现对方的踪迹。这是隐匿的高手啊！一条扁平的海鱼游了过来，在江灵儿面前化作了一道慈眉善目、白发苍苍的老神仙，主动显露境界气息，天仙境初期。江灵儿默默地抬手，握住了自己背后的巨刃刀柄。虽然是在海底，有强大的水压，但是双方都有天仙境仙力护身，与平地无异。道友何人？何人？自然就是李长寿的指导人。李长寿得了江灵儿传信，听闻在天涯海角的大房阵中见到了敖乙与一群实力强横的深海大妖混在一起，正在那儿饮酒畅谈，心底便立刻断定，那绝非是自家二教主。用敖乙的形貌在外搞事，应该就是西方教的小计策。准确来说，应该是西方教同时进行的几个计划之一。当下李长寿便请江灵儿在此地等候，稍后请江灵儿引路。随之李长寿便启动了渡仙门山门外藏匿的指导人，整合了一支军团战力，让其中一支指导人全力催动五行阵法，急速冲来此地。与此同时，李长寿还用神念通知了敖乙，让敖乙请龙王找几位绝对信得过的高手，修为越高，脾气越温和越好，来此地与他会合。让李长寿没有想到的是，他最先赶来此地，敖乙他们倒还晚了一些。当下李长寿笑道：贫道得了长寿传信，特来与道友相见。江灵儿嘴角撇了撇，嘀咕一声：就知道我这个小徒孙不简单。道友，你如何自证身份？洪荒艰险，贫道不得不访，还请道友勿怪。情理之中。我听长寿小友提到过，他大师伯晚江宇此时还是树龄，尚有几年的寿元。他师父此时尚且不知，大师伯已经遭了劫难，投胎转世之事。江灵儿松开刀柄，笑道：他还真是将这点事儿道出去说呢。那道友又如何认得我？李长寿沉吟两声，长寿小友给了具体的描绘。哦，什么描绘？他说，道友静若处子，动若凶魔，背着一把大刀，喜欢身着甲胄，应当就是道友你了。江灵儿哼了一声，淡然道：算他会说话，你就是他口中的高手。我说句不好听的，就凭咱俩的实力，过去探查，只要被发现，只能当场殒命。他话音刚落，海水中就出现了几道若有似无的微压。李长寿低头看脸自己手边的侧杆时，有数道仙识锁定了此地。稍顷，海水毫无动静，但是4名龙首老者诡异地出现在了4人的面前。有一位龙族老者抬起衣袖，一条小青龙自袖口钻了出来，化作了敖乙。教主。李长寿立刻点点头，顿时对敖乙传声，叮嘱敖乙不要暴露南海海神与渡仙门弟子李长寿之间的关系，
敖乙不着痕迹的点点头，看向了江灵儿，对江灵儿露出几分微笑。李长寿对江灵儿拱拱手道：道友，劳烦你帮忙引路，只需要将我们引到那儿，找到那人便可。江灵儿看着那4名面容肃穆一言不发的龙首老者，皱眉颔首，禁不住对李长寿的化身传声嘀咕了一句：这都是什么境界？莫非是传闻中的大罗金仙了？我怎么一点都看不懂？李长寿微微一笑，龙族这一次终于是拿出了自家家底。因为已经斩了2次道境，巩固道基的缘故，李长寿此刻倒是能够顶着对方的威压，辨别金仙与大罗的区别了。这4位龙族高手给李长寿的威压十分的强烈，但并未有大罗金仙境。大罗道已圆满矣，须自身之道本身无缺憾，且机缘气运悟性缺一不可，并非是活得够久就能修成。远古大战，龙族几乎拼光了高手，才将凤族给摁了下去，之后又缺了气运与福缘，背负了打碎洪荒的无边业障，故哪怕龙族的底蕴再深厚，此时也不可能有太多的大罗金仙。大罗金仙的道运与金仙也有明显的不同，反而不会给人太强烈的压迫感。比如那位提着花篮的福德金仙云中子，以及三教源流大会上曾经出现的部分圣人弟子，都是这般。而像自家大法师、隔壁家的赵大爷、美如画的云霄娘娘，以及截教、阐教几位大弟子，那都是另外的价钱，另外的修为层次。但是呢，这4位龙族高手之中，有2位绝对是金仙境中的高手，给李长寿的威压十分的强烈。仔细端详，4龙的长相还有些相近，各自气息也能互相融合。若这4龙合力，也是一股不可小觑的战力。敖乙也在一旁介绍：4位叔伯，这位就是我南海神教教主。教主，这4位是我父王的侍卫，自上古以来，在我父王身旁跟随已无数岁月，绝对信得过。4位龙首老者齐齐做道揖。见过道友。李长寿连忙还礼，笑道：劳烦各位道友跑这一趟了。海神可随意称呼我4兄弟。一位龙首老者含笑道：我4兄弟名号也只是简单的1、2、3、4。此次护卫殿下前来，有陛下旨意，全权听从道友号令。李长寿连道不敢，又介绍了江灵儿的身份，让江灵儿详细的说了一下他此前所见的情形。江灵儿定了定心神，说道：我此前在天涯海角旁的天涯城路过，也是偶然瞥见，看到了一群深海大妖化作了人的模样，在跟这位敖乙殿下饮酒作乐。他们并未遮掩，场面很是混乱，且里面最少也有几名金仙境高手，妖气滚滚的。李长寿问：这个假冒敖乙之人在做何事？江灵儿咳了2声，眼神飘向了海面。抱着2个妖娆女子，很不老实。混账！敖乙勃然大怒：我大婚在即，这是要害我名声，我怎会对4之外的女子动手动脚？李长寿却略微皱眉，言道：义兄勿怒，此事有些蹊跷，4位前辈如何看？龙一老者道：有人想干扰大婚之事。不错。义兄与鲛人公主大婚，对龙族而言是稳定4海的一步好棋，但是对于见不得龙族安稳的有心人而言，却是他们继续行事的阻力。对方故意化作你的容貌，还做一些不堪之举，又故意不遮掩，还在天涯海角鱼龙混杂之地，无外乎是想传你轻浮梦浪之声名，从而让海族兴起怨念。
海族多是单纯心性，若有人煽风点火，说你不过是看上了鲛人族公主的美色，威逼利诱，那这次大婚反而会对四海安稳起到负面作用。敖乙和四位龙首老者各自面露思索，他们虽然想到了有人要干扰敖乙大婚，却没有想到后面还可以有这么多的操作。李长寿所说其实就是舆论战的思路，在板砖之风横行的洪荒，也不太多见这般手段。不只是他们想不到，可能对方也没想这么深，但是此事发展下去，很容易成李长寿所说的这种情形。这一增一减，对龙族的影响将会十分巨大。当下几位龙族老者道：此事看来颇为严峻，是否要立刻调兵将天涯城围起来？打草惊蛇反而不美。李长寿沉吟几声，心底已经是有了复案。这般，一位前辈送乙兄和江莲儿道友回去，3位前辈伪装一下身形气息，随我去天涯城探查一番。敖乙忙道：教主，我也想去帮些什么。你李长寿略作思索，并不想让敖乙冒险。龙一老者又道：此前在鲛人一族遭劫之事，如今我家二殿下一些重宝，若遇危险，殿下可直接挪移回东海龙宫。这就好。李长寿勉强答应了下来。当下按李长寿的要求，4位龙首老者容貌变换，化作了2名中年2名青年，他们隐去了头顶的犄角，身上的甲胄也换成了道袍，气息伪装成天仙境。敖乙只是伪装了长相，还是那般的清秀少年。江莲儿想了想，将斗笠摘了下来，在甲胄之外裹上了一层长衣，简单的束起长发，倒是直接变成了男子。而李长寿更简单了，他在袖中拿出了一只纸人，这纸人化作一名青年，原本的老神仙则恢复成了纸人的身形，钻进了这青年模样的纸人袖口。江莲儿在旁边看得一愣，敖乙心底又赞叹几声：人教大法师真妙法。4位龙王侍卫出手，他们7道身形在海水之中无声无息地穿梭，迅速赶往那宏伟的天柱附近。路上，江莲儿传声问李长寿的指道人：道友到底是何人？南海海神。江莲儿又问：道友又是如何认识的我那徒孙？上辈子懂事之后，第一次照镜子就认识了。是机缘巧合，这些道友可以去问长寿小友。咱们先将此事为敖乙殿下做好。江莲儿若有所思，并未多说什么。7人一同进入了这一座大城，假装是要去3000世界中结伴遨游的7名天仙高手。江莲儿指了一个方向，他们先时散出去，看到了那假冒伪劣的二太子所在之地。那是一座高楼的最顶层雅间，十分的显眼，各处窗户大开，其内尽是一些靡靡之音，里面的情形也有些不堪入目。10多只顶着各类奇形怪状脑袋的大妖在此地饮酒作乐，有20余名妖人海精族的美貌女子在此处侍奉，所穿衣物十分的清凉。不过这些女子也都十分专业。怎么个专业法呢？就是哪怕知道这个雅间没有开启隔绝阵法，任人观摩，也丝毫不影响他们的业务发挥。由此判断，这对方绝对是加钱了。有3名妖族海族的女子正围着那假敖乙发嗲喂酒。敖乙看的是青筋暴起，李长寿也是暗自皱眉。江莲儿不禁骂道：这些女子一个个也真是够了，大就了不起吗？呸！其他5龙齐齐歪头。李长寿轻笑了一声，仔细思索，此时心中已有定计。对几个人传声道了几句，一时间4位龙王侍卫点头答应。
这种事在他们看来并不是什么大事，而敖乙却是一阵为难，又不想违背教主哥哥的意思。他们进了一处偏僻的仙寨，直接将这家仙寨包了下来，找了3处隐蔽的房间，各自行变装之事。李长寿给几个人各自定下了剧本人设，提出了少许的要求。少请4位龙卫化作了4名身着统一灵宝铠甲的女子，各自戴着面纱，提着一把宝剑，依然伪装成天仙境气息。他们都是老龙了，经历的多了，对于这种伪装之事心底也没什么波澜。但是隔壁屋子里的敖乙此刻却是面色通红，看着镜子中的少女。为了不被别人看破，他是真的没用什么障眼法。敖乙只是简单的换了一个女子的发型，穿上了一身给自己夫人姜思儿准备的仙裙，又用仙力调整了一下身形，稍微的抹了一点点腮红。一位灵秀少女就这般诞生了。而李长寿今日已经拿出了第3只指道人，这指道人此刻化作了一名老妪。此时李长寿在叮嘱着接下来之事。义兄，接下来你要时刻记得，你现在就是你夫人姜思儿的好友科勒尔，接到了邀请，从3000大世界中赶过来参加表姐的大婚。在此地突然撞到了贾敖乙在饮酒作乐，就气不过，你上去打他一顿。然后呢，打的时候尽量的多吸引人过来围观，揭穿这个假冒之人的身份，不用犹豫，直接拉出城外就打杀了啊！此事闹得越大越好，最好是让4海海族都知道，敖乙是一个专情专心对姜思儿如何温柔专宠，这才能够稳得住4海海族的人心呢。